只要有这么几架轰六在巡逻，形成的火力威胁就能够让一个完整的航母战斗群不敢接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爆民说。这期的话题是轰六带反舰弹道导弹飞行，美海军航母面临灭顶之灾。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呢，一直是受到国外军界或媒体的高度关注。大家都很清楚啊，解放军研制这个系统就是用来对付美军航母编队的。其他国家呢也不是没有航母，但完全不值得中国研制这样一个高难度的型号来对付它。美军航母一舰6000人，全舰资产价值上千亿美元，没有比这个价值更高的目标了。打成一艘，对美军产生的震慑性的威慑作用，那是无法形容的。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网友，只要美军航母进入到中国航线1500公里范围内，它就跑不了。这种情况完全是被美国逼出来的。美军现在还在嘚瑟，还在不停地在中国沿海周边，特别是在南海整事儿，这是在预先给中国送靶标。美国呢也不是二战时候的那个美国了，不可能再大量的建造航空母舰来形成对中国的压倒性的优势。最近几年呢，美国军方一直在讨论是不是可以把2栖攻击舰的职能都取消，改成轻型航母。但这样的轻型航母只能起降 F-35B 战斗机，战斗力呢很难满足要求，而且2栖攻击舰也不便宜啊。美国级2栖攻击舰的造价达到了30亿美元，虽然还不到福特级航母的一个零腿，但也是损失不起的。中国用反舰弹道导弹能够彻底的动摇美国的海上霸主的地位，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至于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长什么样，国外呢一直都是猜测。最近呢，国外网站曝光了一段视频，似乎让人看到了真容。其实呢也没有什么让人意外的地方，基本上还是延续了美国冷战后期潘兴2号弹道导弹的气动外形，用一个直径比较大的助推器驱动弹头，弹头后面呢有4片小的尾翼，用来做气动控制。这段视频的看点是轰六轰炸机和反舰弹道导弹的结合。我们的新一代轰六改用了涡轮风扇发动机，其他方面的升级改进也很多，无论是航程还是携带能力呢，都比老轰六要强得多。把反舰弹道导弹挂在上面，不仅仅是延伸射程、扩大打击范围，而且还具备了巨大的战术灵活性。美国是长期用导弹预警卫星，用部署在台湾的 P 波弹预警雷达，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防御系统监视中国。几乎每一次弹道导弹的发射都被美国人记录。美军的天基红外系统分辨率非常高，哪怕是东风21这样的战术导弹，它也能分辨清楚。最近呢，美国国防部还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签订协议，用星链卫星做基础，开发低轨道的预警卫星。这种卫星飞行高度只有550公里，对我火箭军作战部分队的监视是更加的严密。但是如果用轰六挂载反舰弹道导弹来发射的话，在发射正位的选择上就要灵活得多。轰六起飞之后进入大海上空，可以在任何位置选择发射，向任何方向发射。有了中国自己的北斗系统的支持，导弹载机可以随时知道自己的精确位置，通过机载计算机可以实时计算设置弹道方案。而且空射导弹的飞行轨迹和地面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同的。美国的预警卫星即使观测到了空中导弹的发射，那也没办法计算出后面的飞行弹道。轰六带着沉重的导弹本身是个很脆弱的目标，但是解放军有歼20这样的隐身战机呢，可以为它护航，为它清除威胁。根据中航工业发布的信息，歼20参与海空巡逻以及海上情况处置已经是常态化了。以歼20的信息化优势和隐身优势，在大陆的海岸线以外相当大的范围内给轰六开辟安全区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在南海就可以让轰六自由飞行实现远程空中炮台的效果。只要有这么几架轰六在巡逻，形成的火力威胁就能够让一个完整的航母战斗群不敢接近。所以人们就很自然的会问呢，你美国海军花几十亿上百亿的造航母养航母有什么用啊？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